刚刚，美国军队在伊朗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消除来自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来保卫美国人民。这个政权是一个由非常顽固、邪恶的人组成的残暴团体。它的威胁活动直接危及美国、我们的军队、我们在海外的基地，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47年来，伊朗政权一直高喊"美国去死"，并发动了一场无休止的流血和大规模屠杀运动，针对美国、我们的军队以及许多国家的无辜民众。该政权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支持暴力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数十名美国人质，长达444天。在1983年，伊朗的代理人实施了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案，造成241名美国军事人员死亡。在2000年，他们知道并可能参与了对科尔号军舰的袭击，许多人因此丧生。伊朗军队在伊拉克杀害并致残了数百名美国军人。该政权的代理人近年来继续对驻扎在中东的美国军队，以及在国际航道上的美国海军和商船发动了无数次袭击。这就是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我们不会再容忍下去。从黎巴嫩到也门，从叙利亚到伊拉克，该政权武装训练并资助了恐怖主义民兵，这些民兵让大地浸满了鲜血。而正是伊朗的代理人哈马斯发动了对以色列的10月7日恐怖袭击，屠杀了超过1000名无辜民众，其中包括46名美国人，同时劫持了我们的12名公民作为人质。那是一场世人从未见过的残忍至极的袭击。伊朗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就在最近，他们还在街头杀害了数万名抗议的本国公民。美国，特别是我的政府，一直以来的政策就是，这个恐怖主义政权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再说一遍，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正因如此，在去年6月的午夜铁锤行动中，我们彻底摧毁了该政权在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项目。那次袭击之后，我们警告他们绝不能恢复其恶意追求核武器的行动。我们曾多次寻求达成协议，我们努力了，他们一会儿想做，一会儿又不想做。过一会儿，他们又翻来覆去地改变主意。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想作恶。伊朗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就像几十年来一直拒绝一样。他们拒绝了放弃核野心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相反，他们试图重建核项目，并继续开发远程导弹。这些导弹现在可以威胁我们在欧洲的优秀朋友和盟友，威胁我们驻扎海外的部队，而且很快就能抵达美国本土。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政权真的拥有核武器，并将其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他们会变得多么嚣张！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军方正在开展一项大规模的持续行动，以阻止这个邪恶的、激进的独裁政权威胁美国和我们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我们将摧毁他们的导弹，将他们的导弹工业夷为平地，它将再次被彻底摧毁。我们将歼灭他们的海军，我们将确保该地区的恐怖主义代理人不再能够破坏地区或世界的稳定，不再攻击我们的部队，不再使用他们的简易爆炸装置，或者有时被称为路边炸弹的武器，来严重伤害和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包括许多美国人、
我们还将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政权很快就会明白，没有人应该挑战美国武装部队的力量和实力。我在我的第一届政府期间建设并重建了我们的军队。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与它的力量、实力和先进程度相提并论。我的政府已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将该地区美国人员的风险降到最低。即便如此，我并非轻率地说出这句话。伊朗政权寻求杀戮，勇敢的美国英雄的生命可能会逝去。我们可能会有伤亡，这在战争中经常发生。但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现在，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未来。这是一项崇高的使命。我们为每一位军人祈祷，他们无私地冒着生命危险，以确保美国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受到核武装的伊朗的威胁。我们祈求上帝保护所有身处险境的英雄。我们相信，在他的帮助下，武装部队的男男女女将取得胜利。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必将胜利。今晚我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部队以及所有警察说，你们必须放下武器，获得完全的豁免权，否则就将面临必死的结局。所以放下你们的武器，你们将得到公平的对待，获得完全的豁免，否则你们将面临必死的结局。最后，今晚我对伟大而自豪的伊朗人民说，你们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请待在庇护所里，不要离开你们的家。外面非常危险，炸弹将到处落下。当我们完成任务后，请接管你们的政府，它将由你们来接管。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唯一的机会。多年来，你们一直寻求美国的帮助，但从未得到。没有哪位总统愿意做我今晚愿意做的事情。现在你们有了一位总统，他正在给予你们想要的，所以让我们看看你们如何回应。美国正以压倒性的力量和毁灭性的武力支持你们，现在是时候掌握你们的命运，开创触手可及的繁荣辉煌的未来了。这是行动的时刻，不要让它溜走。愿上帝保佑美国武装部队的勇敢男男女女，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谢谢。